000，周阳的手机响了，他停下来对海童夫妻俩说道：小姨、姨丈，我的客户估计到了，我出去接他们。去吧，我和你姨丈上楼去吃饭。周末记得去小姨家里住2天，吃2天好的，瞧你都瘦了很多，可得注意身体，要按时吃饭。海童像个老妈子似的叮嘱着外甥。小姨，我知道的。周阳站在电梯口，目送着小姨夫妻俩进了电梯，他才接听电话，人跟着转身往外面走。今天他要见的客户姓傅，是东城傅氏集团的董事长，双方都看重这次的合作，傅董便亲自过来。周阳走出酒店，一眼就锁定了目标。他和傅董是初次见面，但他的直觉就是那个刚从一辆迈巴赫下来的老者便是傅董。傅董78岁了，身体还很硬朗。虽说傅氏集团总裁是他的孙辈，老人家还没有退休，说要再多干几年，让小辈更熟悉一点了再退休。傅董的命有点不好，中年丧妻，他没有再婚，与独生子相依为命。独生子好不容易培养成才，刚结婚半年，独子又出了车祸，车毁人亡。老人家当时的天都塌了，一夜之间头发全白。还好儿媳妇当时有孕3个月了，让他还有一点指望。亲家心疼自己的女儿婚后半年就丧夫，女儿又年轻，舍不得女儿守一辈子的寡，都劝女儿打掉孩子离开傅家再嫁。傅董求着儿媳妇生下孩子，那是他儿子唯一的血脉，也是他老人家还能活下去的唯一指望。只要儿媳妇生下孩子，他会负责养大孩子，不会让孩子阻碍儿媳妇再嫁之路。儿媳妇再嫁的话，他还会给儿媳妇一大笔的嫁妆，把儿媳妇当成女儿嫁出去。傅少奶奶没有接受父母的劝说，她对傅董说，她嫁入傅家，生是傅家的人，死是傅家的鬼，不会改嫁的。肚里的孩子她肯定会生下来，这是她夫妻俩的爱情结晶，是她丈夫唯一的血脉。夫妻俩感情深似海，她怎忍心在丈夫尸骨未寒时就打掉2人的爱情结晶？她要生下孩子，要亲自将孩子抚养长大，不能让孩子失去了爸爸又失去妈妈。任凭娘家亲戚怎么劝，傅少奶奶都不肯离开婆家，更不要说打掉腹中胎儿了。她说夫妻俩说好的共度白头，老公失信了，未能伴她共白头，那她就守着老公的牌位共白头，以后死了与老公合葬，生同枕，死同穴。10月怀胎，傅少奶奶生了个闺女，便是傅氏集团如今的总裁傅婉宁。傅婉宁性格如男，傅少奶奶总说女儿像个男儿，却不是男儿，她是希望能给丈夫生个儿子的。丈夫本就是独生子，没有兄弟姐妹。结婚之初，她还和老公说，他们至少要生2个儿子，改变代代单传的局面。可惜老天爷没有向着她呀，早早就没了老公，生下的一父子又是个闺女。傅董却很开心，他不管是孙儿孙女，这是儿子的血脉，是他的孙辈，他一样疼爱。如今傅婉宁已经28岁，接管傅氏集团刚满2年。她虽然优秀，毕竟年轻，又是女孩子，接管傅氏集团还不能让大家完全信服。有爷爷护航，再走几年，她能轻松很多。傅婉宁身材高挑，1.77米，女孩子这样的身高属于高的了。她不是一眼让人惊艳的大美人，属于耐看型，越看越觉得她漂亮的那种。她因为性格像个男孩子，总是中性打扮，从背后看她，很容易把她当成男人。傅董，周阳走向傅家爷孙。傅婉宁下车后先去挽扶爷爷，听到周阳的叫喊声，他望向周阳，颇有点意外周阳的年轻及俊美。来的时候爷爷跟他说，陆氏集团的傅总很年轻，只比他大几岁，是老板的继子，但陆氏的老板极为信任他，
说过陆氏集团以后就交给继子接班的话。见到周扬真人了，傅婉宁相信爷爷说的话了。这个周总真的很年轻，而且俊美的过分。他就没有见过像周扬这般年轻有为又俊美的大总裁。那种年轻英俊又多金的大总裁，是活在他表妹小说里。舅舅家的表妹最喜欢看小说和短剧，常常要他介绍一个小说里的那种大总裁给他。傅婉宁说，他跟着爷爷在商界行走了多年，还没有看到符合表妹嘴里大总裁标准的男人呢。他平时打交道的那些老总，最年轻的都40几岁了，有家室有儿女的，而且他们和普通人没有两样，就是比普通人有钱而已。此刻看到走过来的周扬，傅婉宁才知道，现实里还真的有俊美多金的年轻总裁。周总，傅董笑着上前几步，与走过来的周扬握手，让周总久等了。周扬笑着和傅董握了手，说道，没有，我也是刚到的酒店，就接到傅董的电话了。他视线落到傅婉宁身上，这位想必便是傅总了吧。他朝傅婉宁伸出右手，傅总，你好，我是周扬。傅婉宁礼貌地和他握了握手，周总，你好，我是傅婉宁，请多多指教。爷爷在他面前没少夸赞周扬，说周扬特别优秀，这次谈合作的事，本来爷爷自己来就行，但爷爷非要他陪着来，说让他和周扬见见面，若是生意谈成了，以后他和周扬接触的机会很多，见见面至少识得人。傅婉宁不得已才陪着爷爷过来。此刻见到周扬，傅婉宁忽然觉得不枉此行，他是真的如爷爷说的那般很优秀。周扬笑着，只教不教，我们可以互相交流经验，都是年轻商人，的确可以互相交流做生意的经验。傅董，里面请。周扬请着爷孙俩进酒店，我已经订好了雅间，也点好了菜等着傅董的了。管城大酒店是战氏集团旗下的酒店，他自小就跟着小姨出入管城大酒店，熟的不能再熟。酒店的管理层是换了一批，不过都知道他的身份，他只要和客户在这里见面，打一通电话过来，经理就会给他安排好雅间。在管城大酒店吃饭，他都不用看菜谱，什么菜好吃，他如数家珍，菜谱倒背如流。傅董夸赞地道，周总太周到了。管城大酒店好像是你姨丈家里的吧？傅氏要与陆氏合作，傅董早就了解过周扬这个人，周扬的个人资料都不用刻意去调查，随便拉个中年人打听一下，都知道周扬的身世。他父母在他2岁大的时候就离了婚，之后他跟着妈妈生活。他妈妈现在是江城凤氏家族的家主，他小姨是管城第1豪门战家的当家太太，而他的继父则是陆氏集团真正的老板，陆家的4爷。他是从小就集万千宠爱于一身，不管是亲爸这边还是继父那边都疼他。小姨夫妻俩也是他如亲生，待他极好。虽说父母早早就离了婚，并没有影响到他的心灵，他在大家爱的包围下成长。陆氏集团以后是要交给周扬的，可见他的继父有多疼他了。而他除了会继承陆氏集团，自己也有几家公司，他持股100%的，不过30出头就有这样的成就。傅董欣赏得很，是我姨丈家里的酒店，我在这里吃饭吃到大的，放眼整个管城那么多的酒店，饭菜最好吃的非管城大酒店莫属。傅董笑道，我知道，听说你姨丈兄弟9个厨艺都非常好，他们自己厨艺都好，在饮食方面肯定要求很高，而你姨丈经常来这里用餐，这里的饭菜做得不好吃，那不是找骂的吗？自家老板都要来这里用餐的，酒店管理层在请大厨时，肯定要请最好的大厨呀，用的食材也是新鲜的，不敢用次等的食材，被大老板吃出来了，那是找批，甚至可能会丢掉工作。
人家占家也出得起成本，主要是成本那么高了，酒店依旧能够盈利。谈生意的人喜欢来管城大酒店，外地来管城旅游的，只要经济过得去的，都会首先管城大酒店。每天客似云来，生意火爆，是很好，我的厨艺也不差。周扬笑着说道，下次有空，我请副董去我家里做客，我亲自下厨给副董和副总做饭，让你们尝尝我的拿手好菜。在一堆厨艺极好的叔叔当中长大的周扬，厨艺的确很好，比不得占六叔，但对于普通人来说，他是分分钟甩他们几条街。小姨总说他当初被姨丈养熟了胃，慢慢就爱上了姨丈，跟他说，男人会做饭，烧的一手好菜，在追妻时能加分。副董笑道，周总，我会当真的哦。一行人出了电梯，周扬带着爷孙俩走向他订好的雅间，酒店服务员微笑问好。进了雅间后，周扬说道，我是真心的，不是开玩笑。他请爷孙俩坐下，服务员马上就奉上香茗，让他们先喝杯茶。周总，需要现在上菜吗？服务员问道。可以上菜了。边吃边聊。服务员等到了答复，马上用对讲机跟他的同事说可以上菜了。很快，周扬提前点好的菜一道道送上来，最先上的是汤。周扬先帮副董盛了一碗汤，又帮傅婉宁盛了一碗。傅婉宁连忙说道，周总，我自己来。这男人还真体贴。周扬看他眼神都带着笑意。傅婉宁与他对视一下，顿觉得这个男人的眼神像大磁铁，非常有吸引力，很容易就把人吸进去，出不来。爷爷说，爱慕周扬的人非常多，撇开他的身份地位不说，就冲他这张脸，冲他的笑容，冲他的颜值，女孩子是难以抵挡他的魅力。副总过来便是客，我招待客人总要周到一点的。周扬笑着，副总，你尝尝这汤的味道合不合你胃口？我们管城人喜欢喝汤，也爱煲汤。傅婉宁拿起汤匙，在周扬含笑的注视下，舀起一汤匙的汤水放进嘴里，喝了一口汤后，他没有马上做出评价，又继续喝了2口。副董看着孙女问道，阿宁，怎么样？味道可以吗？爷爷自己品尝一下。傅婉宁都喝了小半碗的汤，不好喝，他能喝那么快吗？他们东城人也会喝汤，但他们的汤跟管城这边的不一样。傅小宁是第一次跟着爷爷来管城谈生意，第一次品尝这边的美食，他忽然觉得自己以往偶尔喝的那些汤，远远不如现在这碗汤。副董也尝试了几口，然后就是一顿猛夸。周扬见爷孙俩都满意，他放心了。与客户谈生意，在餐桌上能让客户吃得满意，彼此好感更深，合作成功的几率就大大增加。他们很多生意都是在餐桌上谈成的。周扬又用公筷给爷孙俩夹菜。周总，我们自己来。副董说道，周总别顾着给我们夹菜，你也要吃。没什么好菜，副董和副总见谅，将就一下。傅婉宁吃得欢快，他性格如男儿，爽朗，不喜欢拘束，害羞在他身上是找不到的。满桌子的好菜了，周总太谦虚。副董看到孙女吃得欢快，笑道，看我们家婉宁吃得多欢快，不过我们家婉宁嘴巴不挑，好吃不好吃她都能填饱肚子。就一个孙辈，副董培养孙女的时候，也是把孙女当成男儿来养，不会养得太精细。傅婉宁也吃过苦，她知道傅家就她一个接班人，她爸又早早就没有了，若是她不够强势，傅氏集团交到她手里就要完了，那是傅家几代人的心血，绝不能倒在她的手里。所以她很努力的学习，爷爷说她要学什么，她都认真学。开始跟着爷爷学管理公司时，她是从基层做起的，干了几年，
才正式成为傅氏集团的总裁。就是这样，公司里的老臣子们对他还是诸多的挑剔，还是有人不服他的。好在爷爷身体还硬朗，还能教他几年，护他几年，再给他几年时间，他定能让公司上下，让东城商界所有人都对他心服口服。傅总不挑食，挺难得的。周扬以为傅婉宁身为傅家唯一的孩子，被宠着长大，嘴巴会挑剔。转念一想，他又明白过来，傅婉宁虽说是傅家唯一的孩子，但父亲早逝，只有母亲和爷爷2个亲人了，但还有些亲戚对傅家的财产虎视眈眈的。傅氏集团又庞大，他若是不够强大，根本就接不了班，也守不住祖宗基业。